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不用烤箱也能制作出的美味蛋糕——酸奶蒸蛋糕。这款蛋糕我们是用戚风蛋糕的做法来制作的，选用玉米油或者其他味道不重的油都可以。加入低筋面粉，还有少许玉米淀粉。面粉遇到水才会产生面筋，这里我们把它和油混合，不会产生面筋，可以不需要过筛，也可以随意搅拌，搅拌到看不到面粉颗粒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面粉吸水性比较好，和油混合之后可能会有一点干，也没有关系，不用担心。蛋糕中的酸奶选择质地比较稀的这种，有糖无糖均可。加入到刚才的面糊中，先不用搅拌，把它放到一边。将3颗鸡蛋分离蛋黄和蛋清，鸡蛋带壳大约60克一个。将蛋清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碗中，蛋黄加入到刚才的面糊中。可以看到，我这里分蛋是在一个单独的小碗中进行的，这是防止手一抖把蛋黄打破在已经分好的蛋清中。如果蛋清中混入过量的蛋黄，会打发不起来。蛋清放到一旁备用。用蛋抽将蛋黄、酸奶和面糊搅匀。如果面糊比较干，用力将碗底的面糊搅起来，尽量使用 Z 字形的搅拌手法，防止面糊起筋。如果你的面糊质地特别稠，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来调节一下浓稠度。蛋清中加入少许白醋，可以让蛋白霜更加稳定细腻，不易打过头。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，在蛋清变成粗泡的时候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打发，逐渐加入余下的细砂糖。分次加入糖可以有利于糖的溶解。如果你遇到蛋清打发不起来的情况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打发蛋白的视频。当蛋清开始变浓稠，出现纹路之后，我们可以将打蛋器的速度调低，用中低速来打发，可以去除高速打发时产生的大气泡，让蛋白霜更加细腻。当提起打蛋器，盆中的蛋白霜能立起来，形成直立的小尖角，尾部不弯曲，打蛋头上的也是。同时转动打蛋盆，蛋清是不会流动的，这就是我们要的干性发泡状态了。将1/3的蛋白霜加入到蛋黄糊中，用刮刀翻拌均匀，将一部分蛋清与蛋黄糊先混合，可以让浓稠的蛋黄糊质地变得轻盈一些，更容易与余下的蛋白霜混合均匀。拌匀之后加入到余下的蛋白霜中，用刮刀采用翻拌的手法来拌匀，每次都将刮刀伸到碗底，然后翻上来，转动打蛋盆，再重复这个步骤。这一步不要画圈搅拌，也最好不要用勺子等其他工具搅拌，否则会造成消泡。碗底可以这样刮一刮，以防有没有拌匀的部分。当你看到面糊颜色均匀，没有微拌匀的蛋白霜，质地依然轻盈浓稠就可以了，不要过度搅拌。将面糊从高处倒入到模具中，这样大气泡可以在碗壁的边缘破裂。模具我们要用戚风的活底铝制阳极模具，不要用不粘模具，也不要在模具中刷油或者垫纸，否则容易导致蛋糕回缩。轻震模具去除大气泡，找一个小盘子，在上面刷上一点油，盖在蛋糕模具上，目的是防止水汽凝结滴到蛋糕表面。将蛋糕放到蒸屉中，开水上锅蒸，中小火蒸40分钟。时间到后关火，立即拿出蛋糕，拿掉表面的盘子，在桌子上震几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防止回缩。然后将模具侧立着稍微放凉，等到蛋糕基本不烫手了，就可以脱模了。不用像戚风蛋糕一样，等到完全晾凉才能脱模。用双手小心地将蛋糕侧面与模具剥离开来，然后将蛋糕底部推出来。底部的模具我们就转圈，这样一点点剥离开来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的酸奶蒸蛋糕就做好啦。这款蛋糕味道清甜，带有淡淡的酸奶清香。因为是蒸出来的蛋糕，它的组织非常的细腻湿润，无论是当做小点心还是早餐都是非常合适的，一点都不输给烤箱做出来的蛋糕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